东南亚最安全的区域，你知道是哪里吗？嗨，世界那么大，生而在牛天下。那今天呢，趁着阳光正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马来西亚东马沙巴。它是位于北半球，那在北半球的台风带以南也不受台风的影响，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为风夏之乡。另外呢，它也是在婆罗洲的北部，跟印尼接壤，跟文莱接壤。因为东马和西马它中间隔了一个中国南海，所以说它离缅甸、它离柬埔寨都是很遥远的。入境中马现在是免签的。中国人落地马来西亚其实现在很方便，如果落地前3天把它电子入境填写好，就可以正常的入境了。而这个入境卡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手机打开，然后填写你的护照资料就可以了。我们平时所知道的吉隆坡、槟城，然后兰卡威这些，其实它是在西马的，就是马来西亚它是分2块，它西马这一块，我们所谈到的沙巴、沙劳越，它其实是在东边，它中间还间隔了一个中国南海。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是西马的人，他也会有一个入境的一个流程，因为他们是有规定的，不能说是长期在东马的。入境马来西亚是绝对不会有小费的，因为我们也提到马来西亚其实它的所有的政策呀、所有的制度啊、所有的安全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系统。如果要去马来西亚，大家一定要下载几个软件，第一是 Grab， 第二是 Maxim 啊，然后还有 Agoda。马来西亚它全部是热带，大家直接带短袖、带裙子就 OK 了。马来西亚的电信公司基本上最多的就是3家，一家是亚航的。先试一下这个台，从来没有试过。我也不好用嘞。好不好用哦？你们这个？好用啊。我们在这里等了20几分钟，还好我们等了20几分钟。不能用，所以大家其实在机场办完卡之后，记得一定要等它能使用了再走。好，还有一家就是国营的老品牌，就是那个 DIGI 的，它价格是最贵的，但是也贵不了多少，差距不大的。对，其实。那我们一说到沙巴的话，很多人就会想到啊，最主要的2个城市，第一是 KK 亚比，第二呢就是仙本那。那像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话，有去到亚比，有去到仙本那，还有去到一些小城，比如说小香港之称的这个三打根，还有去到斗湖啊，然后像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城市，但是我们没有去到，叫古达。那接下来就我们去到的这4个城市啊，一一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亚比啊，就是 KK， 也叫Kota Kinabalu， 这个名字太长了，所以呢，很多人就把它简写啊，2个英文字母的首就叫 KK。那为什么又叫亚比呢？是因为以前这个区域的话，它有一场大火，烧毁了很多房子。那这个火的话，在马来语里面叫阿比啊，然后客家话里面听起来阿比就变成了亚比，然后说到后面的话，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亚比。阿屁啊，就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亚比要怎么玩呢？肯定要跳导游啊，对不对？亚比的出海的话，它其实分2种，一种就是跳导游，另一种呢就是远一点的，比如说去环礁岛。也有朋友评论我们的视频说，环礁岛它是非常的美丽，它的景色已经和仙本那是差不多了，但是我们是没有去到过。我们参加的就是跳导游。泽苏顿码头报的跳导游的话，它是分1个岛、2个岛和3个岛、4个岛来区分的。其实这个所谓的跳导游更像的就是说，你买了去1个岛或2个岛的一个交通船的一个感觉，因为它只会把你送到这个岛上，而在这个岛上所有的游乐项目是你自己去选择的，比如说浮潜是你自己拿着潜水的设备自己浮潜，更像是一个交通船的一个感觉。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在亚比跳导游的话，它是不提供浮潜的装备的，要么租，要么买，要么自己带。你去参团的时候，他会给你说你需不需要救生衣，你如果需要救生衣的话，你需要租。但这里的话，你是不需要租这个救生衣的，因为救生衣都会在船上是免费提供给你的。你下船去游乐的时候，就是下到岛上你要去用的时候，你可以把救生衣直接带走，然后上船的时候再带回来就可以了，这是免费的。第2个问题就是亚比最让你印象难忘的景点是哪里？应该是嘉雅街。
那嘉雅街其实它就是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嘉雅街的话，它这一条街，第一看头很多，像很多老式的豉油唐人街也在上面啊，包括的话，在这一条街都很多老店，好多吃的，对不对？有鸡饭、肉骨茶，然后还有很多饮品店、咖啡茶室。如果说一个城市要用一条街来代表它的话，那么嘉雅街就是代表亚庇的一条街。这条街的所有的建筑风貌和建筑风格，你可以把它记住，因为它和其他沙巴的城市的建筑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像大哥他最喜欢的这个嘉雅街，我的答案是丹绒亚路海滩，号称世界第3的绝美的海滩丹绒亚路啊，确实还是很美啊，但是这个需要运气。不是说你去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像海峡彩带一样的。觉得最好的一个天气应该是下过雨，比如说今天在下雨，然后到了下午，突然就放晴了，然后它的云也比较好看，然后天也比较亮。其实我觉得落日无所谓啦，因为我对落日其实没这么多感觉。我觉得好像中国人对落日没有西方人那么有一个情节吧。丹绒亚路呢，其实它除了看落日，它其实后面它还有一部分小夜市。其实这个夜市都很便宜的，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它本地价格，它不会说是因为是在景区，因为是在海滩，因为人流量多，所以它会溢价。这个其实没有。建议大家要去的话，要提前去，和早一点离开或晚一点离开，因为它打车的话是到了高峰时间，它会第一交通拥挤，第二就是它价格会上涨。亚庇最不推荐的一个景点是哪里？我觉得是沙巴大学，因为沙巴大学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现在有点火，特别是在小红书上，为了一个粉红清真寺打车这么远的去到沙巴大学，只为这个清真寺来看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值得。如果是你放一下午的时间或一上午的时间去把这个大学走一走，我觉得还是值得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只为了一个粉红清真寺去沙巴大学不值得。过程远，路程贵，然后时间耗时还贵。我还是推荐那个水上清真寺和蓝色清真寺，它其实离亚庇中心城区来说还是有一点距离，但是你打车的话，你会很轻松的就去到那里。而这个清真寺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它是一个蓝色的，然后周围又有水，拍照，然后走一走，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亚庇，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夜市嘛，爱吃桥下夜市啊，顾名思义，在桥下摆的这一溜啊，这个夜市叫榴莲一条街。但这个榴莲一条街我没有买榴莲，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价格其实并不美丽。如果是榴莲寄来，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但是首先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旅游城市来说，它的榴莲价格摆在那里，它都不会太便宜。其实如果真的是要去吃榴莲便宜的，还是要去巴萨里面买水果。来之前之后，我们在网络上面看的攻略就是说，有一个夜市啊，很多坑，千万不要去，叫菲律宾夜市。那我们也说，那果断放弃，我们就不去了。我们本以为我们查了攻略，不去这个菲律宾夜市就不会被坑，结果还是被坑了。榴莲夜市看完了以后呢，榴莲夜市就一直往前走，就走到了巴萨边上，就是码头区域，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夜市。然后这里的人都是非常的热情，然后用纯中文的在那里招揽。他们这里的话，人就是非常热情，但是呢，说话也不会就是特别过分，还是很客气的，会开一些小玩笑啊。就你吃不吃其实也 OK 的，但是会非常的热情啊。如果你社恐，那么你就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尴尬。不好吃，不吵钱。你会感觉到很活跃，然后我们就在想，这里又不是菲律宾夜市，那我们就在这里试一试嘛。不好吃不再讲。然后点了螃蟹，结果发现螃蟹被调包了。那其实我觉得离开了华人的店铺啊，一定要小心一点，就是说你买的东西是不是被调包了，还是要留一个心眼。经常看我们视频的人都知道，我们是非常喜欢人文旅游的。我们最喜欢逛的一个点就是巴萨。亚庇的这个中央巴萨，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走到那个楼下面就看到中文字打的中央巴萨，中央菜市场。它是分2栋的，然后一栋主楼呢是卖菜，然后卖肉的，在它的后面有一个小的像一个平房的小仓库一样的，
这个平房里面，它的鱼巴萨才是真的。我跟你说，玩沙，它的价格、新鲜、种类，真的是去了之后瞠目结舌，我都恨不得把那里的所有东西都给搬空。在鱼巴沙这里买的海鲜的话，你还可以回到主楼的菜市场这个顶楼，然后去进行加工。他们的加工费用呢也还是蛮便宜的，好像是几马币。所以用水煮的话，它价格就非常的便宜一点。越复杂的东西，它就价格就越贵，但是相对算起来的话，都很便宜了。所以在亚比吃海鲜最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在鱼巴沙里面买最新鲜的，然后去到这个菜市场的顶楼直接加工就可以了。对。那第二个城市呢，就是我们的三达根。三达根跟亚比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它也被称为风夏之乡，它也是属于一个历史名城，也被称为小香港啊。这里的话有没有香港的味道呢？确实有。那首先呢，我们是坐大巴车坐了7个小时，然后才去到三达根的。中间的话就可以看到神山基纳巴鲁山。然后它海拔是4095米。传说以前呢有一个中国的兄弟啊，他们的出海捕鱼，因为风浪太大了，被迫呢就飘到了这个沙巴亚庇这一块区域，但是他们又找不到方向回到中国，没有办法呀，只有在沙巴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但是哥哥弟弟呢一直就想是，那我不行，我还是想回中国，想回自己的家，因为这是我的根。那哥哥就告诉弟弟我要独自的驾舟去寻找路，如果我找到了这一条路，那么我就回来接你们。他的妻子也留在这里，然后等他。哥哥就独自的驾船出去了。他的老婆呢，天天都在这个海滩上面望着哥哥离开的方向，就想的是哥哥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但是哥哥走了之后一去不复返，最后这个老婆就变成了基纳巴鲁山守望着哥哥离开的那个方向。基纳巴鲁呢 ，Kina 就是中国的别称，而巴鲁呢就是寡妇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山呢也叫中国寡妇山。当然这个传说呢也有很多种版本我听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穿过神山呢，我们就到了三达根，这是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城市。三达根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一个老城，它明显区别于亚庇，就是你一进去你看到两旁都是唐楼，就是像你回到了以前老香港的那种感觉，就是和香港的那种场景是一模一样的。而它跑的出租车的颜色都和香港以前的出租车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老城里面，可能你看到它下面的门面、下面的店铺都打着华文的招牌，但是里面的人有可能就是马来人，也有可能就是外劳。其实华人相对来说还相对很少了。因为也有听他们当地人讲，很多这个华人的话有搬到几米之外了所以其实现在在老城的这一个区域这个板块，更多的是马来人和菲律宾人，因为这里离菲律宾它是非常的近。三达根其实我觉得玩的还是蛮多的。其实一提到三达根永远逃离不掉的两个景点，第一个就是看红毛猩猩，第二个就是看那个长鼻猴，看长鼻猴，看大嘴犀鸟。但是这两点我们都没有去，因为我们对三达根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为了过路，然后来在这里歇一下。但是它的城市却是让我们非常的喜欢，所以说我们逛的更多的就是城市这个层面。在沙巴旅游局的官网可以查到一条三达根的旅游线路，这条线路是非常的不错，就是你按照它的点从1到20，它是连贯的把所有三达根的老景点、文化的、自然的、历史的全部是穿成一条线，而且走起来它也不累。它是一个标准的 City Walk 的城市路线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达根的山地地形爬坡上坎还有教堂、寺庙，还有一些纪念碑，还有这个风夏之乡的作者安格尼斯凯斯的故居，可以从山底然后到山顶这一路其实看点真的很多很多。我觉得很推荐大家也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已经没落的小城，但是会
给到大家很多很多惊喜。老一辈人可能知道山达根更多的是因为一个日本的电影叫《望乡》，那现在很多年轻人知道山达根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它的自然。山达根的老城里面呢，其实吃的很多，然后我其实很喜欢的就是它的一个夜市。它的夜市有2个，有一个新夜市，有一个旧夜市。新夜市是开在沿海的，然后整个一条路的话直接不通行啊，全部变成了夜市，大概也就1公里多。然后这个夜市除了卖吃的，你还可以卖到日用品。除了新夜市，还有一个老夜市。老夜市里面我们就看到超多的这个魔鬼鱼。它魔鬼鱼其实很便宜，就是它切成一条一条的，一条的话就是按照大小，15的、18的、20的、25的，最大的反正也就20。然后像一般你还可以讲价格，杀价。我很神奇的是，我以为那个魔鬼鱼的口感可能像草鱼、像鲤鱼的一样，可能会比较绵一点，但是没有，实际上超级无敌嫩。而且最神奇的是它吃起来没有腥味，它不像一般海鱼那种很有腥味的感觉。离开山达根的老城呢，然后它有一个最大的普济寺，对，就是话说是山达根最大的一个寺庙。其实我们去了，按照西马的规制来说的话，它其实挺小的，就2间房，但是它的风景确实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个普济寺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因为它的山脚下有一个老饼屋老店，然后它的那个老板的话都是90多岁了。饼屋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全是本地人，对，就是坐着喝茶的也是本地人，然后来买饼的也是本地人，但是你要去买的这个饼就要怎么说呢？等。对，一般像牛石塔这种的话是需要提前预定的。像我们游客嘛，因为不知道，然后我去到那里，我也特别想吃，我就厚着脸皮去问人家，你让我一个嘛。不仅有牛石塔，它还有其他饼，什么棋子饼啊、凤梨酥啊，还有老婆饼啊。每一种饼的价格其实都很便宜，1块多。买一个饼，然后点一杯饮料，坐下来和当地的老一辈的华人聊聊天。其实他们也很乐于和我们这种年轻一点的华人嘛交流。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们在山达根完了之后呢，我们又坐车去往仙本那。车票的话是50马币1个人。中间的话会稍微停靠休息一下。我们是下午的1、2点钟，然后到了仙本那。仙本那首先的初体验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好小哦。仙本那的名头其实在中国来说它是非常的有名。提到了海，其实仙本那它是排得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在要去仙本那的时候就以为仙本那的物价肯定是很高的，肯定到了那里就是昂贵的度假村。对，所有的幻想就是你到了三亚的那种感觉。结果我们一到了那里就会发现好 low 啊，这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小渔村，然后地上又是脏脏的，有一些污水，然后两旁的建筑也是矮矮的，1、2层的，2层的都算高了可能，然后车也是随便就乱停在边上。这个它就真的是有一个冲突的感觉在这里。而且仙本那的酒店也是非常的贵。到了仙本那，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出海，因为毕竟是海岛嘛。我们来说的话，首先可能要找一个靠谱一点的旅行社。然后在中国来说的话，海螺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出名的，所以我们就走到海螺在仙本那的办事处啊，然后办公室。它有3条线，一个是 A、B、C， 然后相应的这 A、B、C 3条线都有深潜和浮潜。然后我们因为只出海1次嘛，我们就选了 B 线路的浮潜。因为我们只在仙本那待2天，只住1个晚上。其实如果时间够的话，可以参加它不一样的线路，去感受一下深潜。仙本那的出海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人都应该会去的。仙本那的话，除了玩，那还有一点就是吃海鲜，必须海鲜整齐。它有一个很出名的黄昏海鲜市场，建议大家都去感受一下，都去逛一逛。其实黄昏海鲜市场你去的点不是在于你非要去买海鲜来吃这里海鲜，去体验这一个过程。你是需要去体验什么？体验砍价的过程。你网上很多，比如说中国人去到就说黄昏海鲜市场你要砍价，一定要对半砍，你要怎么砍？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不要去对半砍，真的这个不实际，你会被坑死的。按我们的逻辑就是，不管人家给你报多少价格，报100、200的，你首先给他出10块、20就行了，然后再慢慢加，因为他也给你说的一个不靠谱的价格，你也给他说一个不靠谱的价格就行了，没必要就是说畏手畏脚。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很多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点谦虚，就是不好意思去。然后里边的热闹的话是在于交谈的声音很大，你会摊主和游客之间的一个互动和聊价格全是靠口的。对，这一点我就要说到，所以你气势也要压到他。OK， 它这里的话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它卖的海鲜绝对的生猛，绝对的新鲜。对，只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活的海鲜，因为其实从这一点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其实这个市场就是针对于旅游。黄昏海鲜市场，如果你是去买东西，那么你就8、9点钟去，对，因为它的价格是最低的，因为它卖的差不多了。如果是你要去感受这个氛围，早一点去，你早一点去也无所谓了。黄昏海鲜市场，然后靠近海边，它有一个小码头，就是它上面全部是碎的贝壳，穿拖鞋一定要小心。然后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些本地的妇女拿着口袋给你兜售这个海参干。对，这个好像是假的。这个好像反正本地人也给我们说这个不要买，然后有买到过这些东西的回去了以后也给我们说到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假的，好像有点问题。那 OK， 在仙本那的话，因为我们只待了2天，然后我们就去到了斗湖。仙本那到斗湖呢，直接坐一个小巴就可以了，在它的那个 Shell Gas Station， 然后它有它的站。正常的话是坐满发车。如果是你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小巴车的司机的电话或者是 WhatsApp， 那是最好的，你可以联系他到酒店来接你。你如果从仙本那去斗湖的机场是25块，我的市区只要20，市区比机场还要远一些，机场还得近一点。反正就感觉它的这个定价有点问题啊，有点迷幻。但是我们是因为刚好要到市区嘛，就还是比较便宜的，享受了最便宜的那一层。斗湖呢，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就是仙本那的附属词。但其实呢，斗湖是一个非常大的省，仙本那仅仅是斗湖的一个镇。斗湖是一个老城，老的华文的招牌，老的店家，老的咖啡室。然后你在斗湖的话，还可以吃到整个沙巴最便宜的海鲜，比仙本那还要便宜，比仙本那还要新鲜。说到我这里，我都有点激动了，真的。斗湖我们其实最先逛的就是它的一个巴萨，它的一个菜巴萨，其实它就已经非常的大了，然后几层楼高。在这个菜巴萨的后面有个停车场，穿过这个停车场，再到后边就是它的一个鱼巴萨。反正我每一次逛巴萨的话，我都觉得还是很新鲜感的，因为我很喜欢吃海鲜，每一样都好想买，每一样都好想尝一尝。它的那个鱼是堆积如山的，是真的像小山一样。然后我们就在斗湖的鱼巴萨里面买了3只螃蟹，只要15马币，真的是5马币一只，超大的，跟我脸一样大。买了2斤虾。然后我们就拿到了菜巴萨的顶楼，然后刚好也有加工的那个姐姐加工也是非常不错的，她有给我们稍微处理一下。我第一次吃虾吃到真的是鲜甜，那个肉是鲜甜的，我从来没有吃到任何的虾是那个味道，我就本味就可以了，真的。那个蟹的话，肉质就是一个美呀、嫩呐、滑呀。斗湖我们其实去的最多的一条街叫加兰恰斯特尔，就是恰斯特尔大街。这条路啊，它非常有特色，就是它2旁都是那种排屋，就是看起来就像东南亚的那种建筑。所以说我们在沙巴的几个城市，就是3个城市看到的所有的老城的风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就是亚庇的骑楼嘉雅街，到了三打根的这种唐楼，高楼林立的唐楼，然后再到了斗湖这种排屋，它每一个城市看到的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对面的话就是印尼斗湖的夜市啊，它的价格相对来说它还有一点贵，可能这个也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因为靠近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边境城市，可能它的价格会有一点贵，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猜测。我们最喜欢沙巴的一个城市可能就是三打根，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地方了。就是从我们拍三打根里面的所有视频都是很兴奋的一种感觉，就是最没有期望的一个城市却给了我们最大的惊喜。对，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最喜欢的就是斗湖，恨不得买张机票天天在那儿去住着，租一个房子天天在那儿去吃。
当然如果说是沙巴整个来说的话，你要玩要海岛，那肯定是仙本那啊，它的海绝对无二化。如果你又要城市又要玩又要出海，那肯定是亚比。亚比它整个的物价的话也不高，但是它的配套设施会好很多。那如果你要想宝藏地要看到不一样的这种小的历史的老城，那肯定不容二话就是山达根，这也是很多游客容易被遗忘的一个地方。我想喝酒啊，好久没有喝酒了哟。现在能不能给我来一瓶二锅头，来个歪嘴儿，让我搞点酒瘾？逍遥有没有酒卖吗？我去买一个小瓶的酒，拿到那个酒店去，悄悄咪咪把它干了。走，他那个酒万一没得味儿，啷个办呢？万一是醪糟水，啷个得了哦？好吧，沙巴的话整体来说是强烈推荐啊！世界那么大，室友带你游天下。那沙巴的这一期的攻略就在这里喽，记得订阅关注一下哟，拜拜。